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左老师；陆琪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胡磊老师，欢迎。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我们结婚36年了，一直挺好的。他从退休以后吧，参加了一个跳舞队，迷上了跳舞，和一些异性朋友在一块儿说一些暧昧的话，我就接受不了。我感觉这样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汤先生，60岁，来自山东退休；女嘉宾侯女士，58岁，来自山东退休。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多少年了，大哥？有36年了。当时怎么认识的？我父亲和岳父是酒友啊，酒友啊！哦。后来一提结婚，结果我们还是一天的生日，很巧。谁跟谁一天？我和爱人，当时我不知道，登记的时候登记员说你报年龄，我说1958年5月24，结果同时他也说5月24。我是60年5月24。这样的，等于你们是父一辈从这个酒友变成了亲家了，这样没恋爱过是吧？没有，这就是应了那句话了，这叫先结婚后恋爱。人家这场恋爱溜溜就谈了36年。刚才说跳舞是吧？对。跳舞跳什么舞啊？跳的交谊舞，交谊舞方面呢也是惹了爱人生气几次。其中呢就是舞蹈老师吧，就是说有一次下课以后，老师说呢电器这个商店开业看去吧。正好他家里刚装修完，想买一个净化器，到了看有一个净化器呢是3000块钱。当时老师说没带钱，作为学生来讲，我考虑也应该送个老师礼物，我就拿卡就刷了。刷以后，后来老师又看了一件电器，是电冰箱1000多，这样的话刷了2笔算一共4000多块钱吧。这是老师要求您刷的吗？没要求，没要求。这个男老师、女老师啊？女老师，还有其他的舞友跟着。都去了哈？去了一共连我舞伴我们3个吧。一共就仨人啊？就我们3个，2女1男是吧？谁要求去的呀？老师。他是要看还是要买啊？他是看看展销电器，然后看好了2件就刷了。他说没带钱。他还没带钱，对，他要买东西来不带钱，就带您去了是吧？您就刷了。钱包哈。您跟他学舞要交钱吗？交钱。交多少钱？交了500块钱。他对外的学费是500是吧？是的。那您这礼物送的可大呀。当初是对外是200吧。对外200。考虑老师的辛苦，然后呢，我多交3块钱。所以您是特别尊重老师的哈。人家收200，您要交500。他根本就不跟我说实话，对吧？他刷下去那4000块钱吧，我就问他，因为信息在我这里了，虽然是他的卡，我一看刷下去了，给我打电话，我说你怎么又刷下去4000块钱呀？他说，老师今天请客在一块聚会，老师没带钱，我替他拿出去，对吧？骗我，你骗我干什么？不是骗你，当时我考虑跟你说你回报怕你生气，我想着将来我老师要给钱呢，我把钱及时补上，你也不会发现。是吧？同时呢，老师还会给钱呢。我想着买电器，老师我钱给了的话，我就补上了。如果不给的话呢，我再跟你说事情。您的意思是当时是把钱借给老师的是吧？当时来讲，也不存在这个借两可的意思吧。就是老师给呢，我就这不给我等于送给老师了。同时这个4000多块钱他是其这样的，其中有5、6个舞友吧，知道以后就分担了那个接近2000块钱的那个电器。第2件。这3000块钱呢，就是我自己承担。后来我舞伴吧在里边看一看，我承担太多，他就离开他们5、6个舞友，就给我一起分担这3000块钱，我们2个等于一人1500。这样的，最后我总共拿了下1500块钱。你说他给你了，对吧？那钱给谁了？信用卡是我还的，你知道吧？咱们现在说人的事儿，不说钱的事儿啊。人怎么样？我人对他忠心耿耿。这小片里可不是这么说的。主任，你看我掏这钱，我这多少钱？这10块钱都没有。不是问你人，
我人也好好的。哦，人好好的，但是小片里可不是这么说的。对呀，你老是骗我，对吧？你出去跳舞，我也不反对你，对吧？你去跳为了锻炼身体，因为你说有高血压有什么这不好那不好，对吧？我也支持他去，哎，他去了以后呢，对吧？和一些异性朋友在一块儿，你不要说那些亲密的话，什么暧昧的话，对吧？微信里边你天天光给手机过，你还给我过吗？对吧？里边说什么我爱你了，我想你了，又是抱抱了，对吧？这种话应该给谁说啊？这样的，我是群主，好多群友呢在里边吧，人家发大哥，我也得喊小妹，很友好的问候，得友好的回复才对的。那人叫你干什么去，你也去吗？他发抱抱的片是那图片，你不能规定人家你该说什么话，该发什么图片吗？是吧？也规定不了每个人，个人有个人性格。那他还发了我爱你了，小妹。他说哎我小妹我那个。说我这个，哎呀，这怎么说呢？就是说你是不是也回了我爱你？对，说是我很友好的回过来。这好像不是个友好问题吧？这点我错了我有杜绝这方面事，好吧？光说杜绝，说了几次了，你能改吗？你改过一次吗？能改。什么时候你也没改过，我能相信你吗？还有一次，对吧？我跟你要是一个清闲的人，我得去上班，我得为这个家。我那天下班下得早，我就坐车过去上那个地方找他去了跳舞的那个地方，对吧？到那一看呢，人家都跳舞出来了，出来以后那别人都有人认识我，因为嫂子你怎么过来了？来这么晚？我说我刚下班，刚走到这里，人家都走了，我就站那大门口等他，人家都出来了，他也不出来。出来以后呢，开这个车。拉着个女的出来了，那个女的呢坐在副驾上，她看到我在那站着吧，她停那里，我就坐到后边了。我上去以后啊，那个女的吓得哈，好像两个人说话支支吾吾的，还介绍这是你嫂子怎么地，那个女的就不敢说话。到红绿灯了。他说你要不在这下来吧，北边有站牌，说你从那个站牌上，坐车走就行了。那个女的也不说话，就下去了。下去了，我们俩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我又看他的手机，那个人就用语音，用什么跟他说话。你看，快吓死我了。我都迷了。我6点还没到家，这是什么话？让我怎么去想呀？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我当时就不相信他呀，他怎么说我也不相信他。所以您的推理是？我推理是我说是跟他不是一般的关系。咋回事啊？推理是这样的，应该说我感觉是多想了，我感觉到没什么。说话也不自然呀，对吧？说话是那种自然的情况吗？对吧？你跟别人在一块，别人跟我说话，我咋不让你怀疑呢？不是那个是您舞伴还是？我有。那他怎么坐上的您的车呢？您不是答应拉人回家的吗？还是拉到站台那儿？他是我个人想象的，我答应他回家实际上就是一块下来以后，就是把他捎到一段到公交车站，他就坐着走。我要不去也不用人家说什么，你都自愿的把人家送走，你知道吗？对吧？还有你那手机我拿着，对吧？给你打电话，我感觉就是这个女的。打电话呢，我说喂，我是你哪位啊？我是他对象。他咔哧把电话给我扣死了，他扣死了，又打了一次，我又问，他又扣死了。他一听是一个女的接电话，他又扣死了。后来我一想不对，我就给他打过去了。我给他打了3次电话，他都不接，为啥呢？这个事你给我说了以后，我害死了。我说你打个电话以后，我不在，我对象接了，你怎么不讲话？他说没见面不熟悉，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你该说什么说什么，该找我是了，是这样的，也没有什么。我问个问题啊，您发现没有啊？每次您要有点什么小异动的时候，好像嫂子都能发现哈。他会洞察一切，怕吗？我身正不怕影邪，我没做什么。他照妖镜我照不，我不是妖精，我是人。你叫人家大家伙听听，你做的这一些事是我怀疑你吗？你爱我爱家庭，我知道。所以手机里呢，你随时看我手机，我也没发锁，对不对？你不给我钱，我还甘情愿做饭，做好吃我多吃。做不好我不吃或者少吃都可以，没怨言过。我很爱你的，我很爱这家的。你别说我没给你钱，对吧？我给你了以后，你拿着乱刷钱，我能敢给你吗？嫂子问一句话啊，平常在家里对您好吗？退休以前还可以从退休以后他就不关心我了，他光给手机给舞伴去过去了。是这样吗？说的应该是不对的。有时你下班一看快下班时间到了，我给你打电话，我晚上吃什么？我现在把这个菜洗好炒好，你来了吃2顿饭也有啊，对吧？这是疼你的表现啊。你数数有几次呀？能数出来吧？我问一句啊，问一句，不吵了。您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呀？我主要目的看他改不改。就改什么呀？你不要说那些暧昧和亲近的那些话。所以您到底来干嘛呢？我看他改不改。他说看不看我改不改，我不改的话就不让我过去了。
其实我求你，还得我离不开你。我就不想跟你过了，跟你说吧。能借5吗？你叫我借我就借。因为你在这说了不算，我都不相信了，你知道不？一次次我还能相信你？你允许我借我就借，我不要吃饭我可以不吃饭。我不相信，你别说那么好。不吃饭会饿死的。这个退休之前是这样吗？退休之前不是这个样。哦，就是退休之后是这样变了，是吧？对。啊，这个退休之后最大的就是因为他跳舞了，是这意思吗？对。所以您的目的是？他做的这些事儿都太过了，他要戒了。我不做了，以后改了。能相信吗？改了。回以后我做饭了，1天3顿饭。前天我下班到家吧，他都拿那个手机。我说你要把我来了，下班回来了，我说你要把手机放到那里。我说你能不能跟我沟通沟通，跟我说说话呀？您这资料上面说您现在不也退休了吗？对呀，我也退了。为了就一起跳呗。他返聘了。我还为这个家还想护这个家，还想挣钱。哦，还想挣钱呢？啊，为了健康，前年要不他等于他给我了第二次生命。前年我差点没走了，高血压脑动硬化，高血压200。哎呦天！后来到了医院以后，真是他等于前后给我看病，我很感动。他为了我叫我跳舞，我后来学会跳舞，最后要不跳舞，我就可以说不全在这了。这里面其实就引出一个小背景，等于前2年身体不好是吧？对，托夫人的没走了。照顾，活回来了，然后还是夫人让跳的舞是吧？锻炼身体，没想到这一跳舞跳出事儿来了，这可咋整呢？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呦，大哥呀，不哭了啊！我看得出来，大哥真的知道自己错了。他在这个台上说错了，我不相信他一定能改了。行，我帮你跟他说说哈，说完了咱看您能不能给他一点信任哈。大哥为什么上班的时候挺好的，退休了以后就变了呢？闲的。林青霞，我们的女神，我们不知道人家的婚姻关系到底因为什么终结，但是我知道，60多岁离婚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姐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一个态度，你怕不怕失去他？我怕。你怕，你还跟别人说你爱他？以后不会了。尤其刚才那儿讲的，哎呦，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老婆照顾我呀，给我花钱治病，完了您还出去跟别人搞这个，错没？错了。改不？改。他在这里改，回家不一定改。我不能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对吧，大哥？对，我回1天3顿给你做饭吃，我把你供起来。大姐，你平时怎么叫他？梅。那你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你说梅，我爱你。梅，我爱你，亲爱的梅，我爱你，永远爱你，我爱你一辈子。大姐，我接下来跟您分析分析咱们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哈？从一上来到现在，你唯一笑一次是对我笑的，你一直板了一张臭脸给他。你知道他为什么有之前的那些行为和举动吗？他出去找存在感去了。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人家那老师收学费200块钱，他非给人500块钱，还不就是想老师多关照关照自己吗？多教教自己吗？你说一回家，你就给他摆一张臭脸，和他到外边去，人家那些老师们冲他笑得跟花儿一样，他怎么选？他虽然心底里对您也有感激，也有爱，也对家庭有责任，但是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这边没有问题吗？也有，就是把老公抓太紧了。这么大一老爷们儿，兜里就10块钱，都没我儿子零花钱多。我回家把这些钱也交给我外甥，我1分不要。10块钱都得交了，对不对？我1分也不要。你看看，所以咱就是抓得太紧了，抓得太紧以后怎么样？适得其反。女人，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你把你的柔情、你的体贴多多少少给他一点，哎，时不时的丢出去一点，不全给他，因为你给多了他也嘚瑟。时不时的丢一点赚回来，丢一点赚回来，大哥就特别听你的。好，知道了。我觉得2位同月同日生是多么大的缘分，面儿的都没见，就这么过了36年，是多么不容易的情缘。是的。所以就是珍惜，我希望你们改正、包容，祝你们可以
携手与共，看尽这世间繁华。祝福你们，谢谢。好，谢谢专家。大哥就是典型的退休综合症啊，有的人呢是宅家里面管小孩了，还有的呢是出外交际去，都是为了刚刚左阳老师说了找那个存在感。这个时候你刚刚好，跟他说，哎，你去学跳舞啊，他马上就进入那个分支，出去交际去了。哎，可开心了！你看，年轻时候都没见过那么多小妹妹，现在我见到了，可开心了。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相信他，你别看他在这儿那么可怜兮兮的，对，这在家是小弟，出门是大哥，是他在外面是组织的核心吧？是出手阔绰，对，都可对吧？亲了，啊，可喜欢他了，是吧？对知心人，是贴心，是。你看你说的真对，就是这个样，是吧？就仿佛他自己干的一样。对，这么说我还年轻呢，所以大哥，你呀、在这儿别装可怜，真的，就是虽然你年纪大，但我见得多了，就在家里面老婆管得很紧，然后出门的时候呢，对这个也阔绰，对那个也贴心，所有人跟你之间都有一个情感的联系。然后呢，为什么那些姑娘那么怕大姐呢？因为你一直在外面传输大姐是个母老虎。说白了，你不一定出轨了或怎么样跟人家怎么样，无非你就一直在说大姐对你凶而已。是朋友对吧知道我说我是妻管严啊，对嘛，所以你不断的说，以至于那些女的就吓到了，你们看到她就吓到了，无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互相已经没有情感交流了，你们已经互相不再为对方的情感支柱了。没有了。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越来越多在年纪大了之后，觉得因为我们是老夫老妻了嘛，所以我们只要满足相互的生活需求就可以了，而忘记了我们需要满足对方的精神需求。精神上面要互为支撑，也就是说，你要认为你唯一亲爱的是他，那么唯一亲爱的他不是说说而已。你什么事你都想着他，你唯一想跳舞的人是他，你想去跟他看个电影，想跟他去旅个游。这叫互为精神支撑，对吗？所以我比较建议的，一般都是当我们退休之后，也别想赚钱，也别想交际。退休之后该怎么办？我们再去谈一次恋爱吧，就像年轻时候一样，我们重新再活一次，重新再谈一次恋爱。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谢谢。来，单娜老师。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诚恳的认错？阿姨为什么一直不相信您？您知道吗？就是因为您表面功夫做得太好了，认错快，态度好，就是怎么看，怎么都觉得您说的不太像那么回事儿。我那个很实在，很因为你认错太快，态度太好，而你的实际行动和你的表面正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所以您今天在这儿表述的再无辜，决心再大，可能阿姨都不会太相信。说的再多，不如做一件事情。阿姨是属于什么呢？纸老虎，刀子嘴。我相信啊，您活到这个年纪，在你们曾经的过往，您还是幸福偏多的，对，是吧？是。您是属于被他捧在手上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那个感觉，是吧？是。一直都是受宠的，被宠的。是。突然间，哎，变了，怎么？宠别人去了，所以您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找回曾经在家里被宠的那个感觉嘛。但其实，我们说婚姻最大的意义是什么？老来伴儿，婚姻最大的意义就是陪伴，陪伴是相互的。我就是希望你们二位是相互的，更多的去理解对方。走到这个年纪不容易，这辈子还能指上谁呀？指不上那些舞伴儿。您把陪伴和这个关心都给了别人，最后啊，如果您的太太寒了心的话，没人管您。那不会的。所以到我会对我外甥好的。对，所以到了这个阶段，把更多的陪伴、时间的陪伴、话语的陪伴、所有的陪伴，应该多多放在他的身上。是。好吧，让他再找回曾经那个被宠的感觉，就没那么多事儿了。是。好吧，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单娜老师。来，涂老师。大哥今天穿的好像还是舞鞋。对，涂老师也是我的这个偶像，我就对跳舞就穿舞鞋来的。等待一个男人变成熟，这本身就是一个幼稚的行为。事实上证明，一个人这一辈子会有小的改变，但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一个男人成年之后走上工作岗位，如果他依然不成熟，那他这一辈子就是这么幼稚。大姐要想到，其实你在最初选择大哥的时候，就是喜欢他的幼稚和可爱，还有听话，所以你就这一辈子要为他操心，这是正常的。如果你又希望他可爱，又希望他成熟，变得像你心中所想象的那个样子，那大概是不可能的。你当初选择他，就大概注定了你这辈子要管理他的命运。虽然你管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你也不要因此而失望。这位大哥肯定是大事没有，小事不断的人，所以他才会在你严格的管理之下，到外面去寻求存在感。恰恰是因为他不成熟，所以那些舞伴也好，老师也好，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会戏弄他。而你才是他真正的保护神呢。你这辈子找一个这样的男人，你这辈子命运就是这样。你有甜蜜，有快乐，这种甜蜜和快乐就是他把钱都交给你，听话，在家里面也从来没有跟你顶嘴，这是你比较顺心的。你比较操心的就是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是幼稚的，所以他总会惹出这样或者是那样让你不高兴的事情。选择了一个人，获得他的好的一面，也要为他差的一面去操心操力。生活当中像大哥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有挺多男人这一辈子老了依然不懂事儿，依然会做一些很多像孩子一样幼稚的行为。我觉得大哥要认识到自己的幼稚，是，所以在大的问题上听老伴儿，听了，不要在外面让别人当傻子耍。真正把你当宝贝疙瘩的还是这位大姐。而对于大姐来说，就不要再希望她在老了之后60、70岁还想变成熟，那是不太可能的了，好吗？就这样吧。好，谢谢涂老师。我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大姐你可以思考，你怎么可能指望一个人过去他一辈子按一个行为模式做，突然有一天你觉得这个不对的时候，你说你改吧，他能改吗？这个其实应该是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共同做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从年轻的时候，从恋爱的时候就没有一起这样度过。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看到的比比皆是，说相爱你听到的是钱，说要一起，年轻人现在手机看的比这种夫妻看的还多吧，诱惑更大吧。他们这个例子恰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思，婚姻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两个人相爱在一起，家庭的责任是什么？你会观察，你会发现，结婚之后一旦有了孩子，已经开始漠视和忽视对方，两个人的很多行为都绕着孩子转，于是就忽略了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关照和依赖。所以当你退休的时候，孩子成了家了，结了婚了，要不然就是自己出去浪啊浪啊浪，要不然就是宅在家里面管第三代。为什么就这两条路呢？因为在我们年轻时候的婚姻生活和情感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已经走偏了。我们给婚姻定位的一个标准是稳定，至于真稳定还是假稳定，只要你是稳定着就好嘛。这对吗？你要离婚您早离了，这36年我相信这段婚姻是幸福的。其实几个细节就已经知道了，在回忆你们领证的时候，你们是共同甜蜜的回忆和叙述。老师问了，在他退休之前你的日子好吗？你说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挺幸福的。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不用跟我们说，离婚是您的权利，您要是能把这婚离了，我还真就佩服您了。其实我觉得聪明的女人达到了目的，管教过了就好了，别较那个真儿，要学会鼓励教育。亲爱的，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在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称呼你。感谢你36年前嫁给我，选择了我，给我一个爱和儿女温暖的家。我捍卫这个爱情，捍卫这个家，为爱情你特别写了一首七言律诗献给你，献给爱妻的诗，七言律：爱，人生天意夫妻言，甜酸苦辣鬼门关，为妻自愿长歌遍，
此生无含笑开颜，爱之打头苦无边，以苦为乐夫妻甜，恩爱夫妻比蜜甜。夫君愿吃天下苦，带给爱妻幸福，请相信我。您这是奇言啊？行吧，回去吧，谢谢啊。来，谢谢，请回，请回。来，请关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对啊，口袋里连10块钱都没有，这哪来的钱呢？这个钱我还是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啊！还借人家钱还没给呢。行，哎。亲爱的，感谢你36年前选择了给我的爱，给我一个家，温暖的家和儿女，谢谢你。现在我不按36年前向你求爱的方式，谢谢你，36年前嫁我，谢谢。对你疼惜有种暖意，在梦里全是你。我以后跟你做完也听你的话，不再惹生气了，好吧？啊。以后不再惹人生气了，行吗？好吧，你只要改了就行。行，我以后改，好吧？啊，再给你一次机会吧。好，相信啊，好的，听你，好吧？请亮灯啊！来，送给你们。好，谢谢。谢谢，祝你们继续快乐，永远快乐。谢谢两位，请回。谢谢。当爱情遇到了柴米油盐的时候，才真实的落地了。36年就这么过来了，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拥抱的时候，大姐是一手拿着礼物，一手在拥抱啊！你过去想最浪漫的画面，一定是把礼物扔掉，然后抱在一起，这才真是接了地气的爱情。虽然有磕磕碰碰，生活不是还得继续吗？好了，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我们俩在一起半年多了。刚在一起的时候，觉得他活泼开朗，和他在一起只有开心，但相处久了。我感觉他的性格并不是那么好，经常对我乱发脾气。我觉得他心里好像根本没有我。因为别人的看法，我觉得他变得特别没有安全感，总是疑神疑鬼，对我缺少信任。而且他做事特别极端，我真的很讨厌他现在这样。如果他一直这样，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在一起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陈，21岁，来自江西，公司职员；女嘉宾小马，21岁，来自江西，行政文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谈恋爱才谈了半年是吧？哦，对，半年多。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我妈妈和她妈妈是在同一家超市上班的，然后我们寒假的时候去那儿上班兼职认识的，然后后面的话我就被她吸引了嘛，然后我就追她。谈了半年出问题了是吧？对。谁要来呢？我要来的。来干嘛呢？就是我俩在一起挺久了，然后他不就半年吗？算久了吧，然后我俩算久了这就好，就本来就处挺好的，然后这段时间他就突然就感觉变了，因为我朋友就觉得他有点比不上我嘛，然后他就有点不太自信吧，完了他就经常就怀疑我，现在就对我不太信任，有时候做事就挺极端的，我就很讨厌他现在这样。那咱们就先说这个不信任和极端，怎么不信任你？怎么极端？就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和他讲了，今天我会特别忙，你不要给我打电话发消息。他说好。完了之后上班忙去了，根本就没看手机，他就用别人电话打给我，开口就问我，你怎么把我手机拉黑了？我说我没有啊，我在上班忙得很，而且我俩当时也没吵架，我不会好好的无端无故把他拉黑。他说你自己看一下，我看了一下，好像可能不小心碰到了吧，我就跟他解释嘛，就说我没有，然后他就一直不相信，还就是从他上班的地方跑20多公里跑到我上班的地方跑过来查岗，完了之后他就给我道歉，说对不起，你确实在上班，是我多想了。他就这样的，而且就是一开始怀疑我的时候，他说中午的时候我听你的语音里面有一个男人在说一个虚，我当时莫名其妙，我一个人在上班，我给他发语音可能碰到哪儿吧，他就说什么有一个虚，我就觉得他不可理喻。是你干的？是，特在意是吧？因为当时的话，我给他打电话嘛，不是那种无人接听啊，就是发现他把我拉黑了嘛，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着急，你知道吧？给他发消息他也不回。然后我没给他打电话之前，我就去想嘛，是不是我今天做错了什么？然后我就去看聊天记录嘛，就感觉那一段语音不太对劲嘛。就当时无缘无故把我电话拉黑，他说不小心拉黑的，但是电话拉黑其实也不是不小心就能碰到的，又不是说碰到一下就能拉黑的，是吧？那我就不小心拉黑了，我在上班，我在忙，我哪有时间玩手机？而且我俩又没吵架，我干嘛好好把你拉黑呢？你就是喜欢多想好，反正不管怎么说，就去了嘛。这只能代表说男方对女方很紧张，也比较在意这段关系，是不是这意思？对。女生就觉得，你看你不信任我。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吗？他还就是总是很小气嘛。还有我就有俩高中同学，一男一女，他们俩是情侣。我和那个男同学就关系比较好，经常在手机上聊天，就开玩笑什么的，可能尺度有点大吧，就说话呀、开玩笑什么的，他就觉得听不惯。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说，告诉你的同学讲话注意点，不然我对他不客气。你说我俩就很熟了，我怎么好意思跟别人讲？我就跟他说讲话注意点。那我俩都那么熟，他也听惯了，可能没反应出什么吧，他就觉得没什么，还是继续。然后车超级不高兴了，就当着我的面就逼我删了他，就不删，我是你男朋友，你选谁？就这样。那你喜欢谁啊？我当然选他呀，他是我男朋友啊。那不就结了吗？所以你跟那人说清楚嘛，说我们现在各自都有情感了，但是要注意。我俩不是那个暧昧什么的就是正常的开玩笑。你刚才不也说有点过吗？对啊，就是他自己也觉得，就是说话特别不好听，你知道吧？然后我叫他，我也没有说是去威胁他同学或者怎么样，我就叫他，我说你跟你同学说一下，叫他好好说话，同学嘛，聊天嘛，开玩笑嘛，都可以是吧？但是说话得好听点吧，就那些什么骂人的词都用上，就不太好嘛。我说你就跟你同学讲一下，但是的话他也没有跟他。怎么叫骂人的词？他们俩聊天还有脏话呢。有，然后的话我就跟他讲嘛。咱们不论这个，只能说在这个情感当中，听到现在男生对女人还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女生觉得，你看你这人怎么那么小气啊？对。还有别的吗？就还有一次，我俩在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我高中谈的前男友嘛，突然打个电话给我，打断我俩打电话。他就说最近新上班的公司那儿有一个同事长得特像我嘛，然后我发现我们俩在同一个地方上班，他就说要加我微信。我当时就想着我俩就已经很多年没联系了嘛，也没有什么情愫暧昧什么的，就是普通朋友之类的。你说加微信我就加呗，就算了，我也不好拒绝。加微信聊了一会儿，他就说问一句为什么不好拒绝？因为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嘛，他就给我打电话了，我就不好说。就是加我微信上没什么，我们就不怎么聊天嘛。然后加了之后，他就说有时间下次出来吃个饭呗。
我说好，下次有时间再说呗。然后我就回给他电话，他就当时就一直问我，就不信任我，问谁给你打电话？我说一普通朋友。我就不想麻烦，到时候跟他说前男友，他又总吃醋什么的，他就现在就不太信任我。然后他就说普通朋友吗？我说对啊。然后后面我俩在一起就看电影的时候，他就翻我手机就看到了，然后他当时直接就大发火，说我跟人家怎么样，还想跟人家回去什么之类的，还跟人家吃饭。当时我并没有去多问什么，是到后来我看到他俩的聊天记录，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人不像普通朋友，对吧？然后我就问他这人是谁，他还骗我，就是不告诉我是他前男友，他就跟我说是一普通朋友，然后后边我一直问他，他才告诉我是他前男友。我当时就跟他这样说，前男友你约去吃饭啊，我说你不要去，然后你把他删掉，但是他就不肯删，就一直不肯删，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那人家都找上来了，加了我微信了，还跟我讲话了，我还回了别人，然后好好的谁找上来删了。谁找上来你都有这样吗？那多尴尬呀！那我这有什么尴尬的呀？你有新的感情，他也有新的感情啊，直接拒绝不好吗？为什么要扯这么多事出来呢？那人家说约吃饭，我也是应付给他，我又没说要去。反正我看到的是你已经答应了他呀，然后你会不会去，我也不会知道啊。我肯定不会去啊。我刚才用了2次，我说哎，男生在乎你啊。我听到第3个，我就不能再用这个词儿躺了。我恰恰想问的是，你信他吗？我信他呀。你信他？你看他手机干嘛呀？不是，你信他？你查他查得这么严干嘛呀？那不是查，就是无意翻到的。你怎么老无意就能翻到呢？那我只能得出2个结论。结论 A， 你女朋友太随便了，因为你无意一查都是事儿。结论 B， 你就是刻意在查。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嘛，他喜欢拿我手机看。然后我就拿他手机看，所以我就提醒大家一句吧，就是在生活里面，你再1再2，当你再3再4的时候，它就不是一种巧合，一定是堆起来的。信任和不信任一定是堆起来的。包括男生那话说的没错，你们俩已经分手了，你有了我，你的态度应该坚决，可是不能用吵的方式和这种方式传递出来，那女生就会觉得你比较偏激。同样的话，从不同的人嘴里出来，它的分量和对方听的是不一样的。听明白了哈？行，女生，这就算到极致了吧？还有吗？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就来2个短信，就是收件码嘛。我心想我没买东西啊，我就问一下他，你给我买东西吗？他说没有。然后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快递，我跟他讲了之后，他就叫我赶紧把取件码发给他。他就大老远跑我公司，把我2个快递取出来，就是要查我，生怕就是别人给我买东西什么的。然后打开发现就是纸巾嘛，我才想起来是我同事让我代收的。这么小一件事情，我就跟他讲了，他就跟抓奸一样，就是跑我公司，我就觉得他一点都不信任我。可能就是因为他有骗过我嘛，然后他突然跟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嘛，然后我就想去看一下。但是我看到了以后，你跟我说了是你同事的教你代收的纸巾，我也没有说什么呀，我还给你道歉了呀。但你跑那么大老远看，就是怀疑我呀。所以女生到这时候就有点崩溃了，是吧？还有就是，他说一起去看他奶奶嘛，然后说好只有我们2个人的，结果第2天他妈妈和舅舅还有这些亲戚全都在，然后我只是妈妈，然后我就很尴尬，然后他就说我有点累了，回房间休息一会儿。我刚去他家嘛，然后我也不好意思在房间不出来，我就说好，那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就去外面就是帮忙嘛，给他妈妈打下手。然后他们家那些亲戚全都在那里聊天，然后我一个人在后面帮忙，然后这一上午他也不出来。等他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叫他，然后把他叫醒，他当时还不以为意。我跟他说我一个人在外面好尴尬，他就说你不是跟我妈认识吗？那有什么尴尬的？就觉得我一个人在瞎矫情，你知道吗？就一个人在外面一上午，他在里面睡觉。这个当时我跟他说了去我奶奶家，我不知道我妈和其他人会过去，到那里才知道的。那当时的话在外面待了一会儿，我确实是特别累，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去休息一下。我当时想嘛，反正他跟我妈也是认识的嘛，就是他们可以聊聊天，就没想到他会觉得这么尴尬嘛。所以男生基本没听懂女生是怎么回事，对吧？你把这个女生撂在了一个他认为陌生的、不安全的、手足无措的一个环境当中，你丢下她不管了，这是让她受不了的。她的判断是你不在乎我，
是这意思吧？对。还有别的吗？这委屈的啊。还有一次我俩在那边吃饭嘛，当时9点钟吧，就是那是一个烤肉的餐厅嘛，自助的。他就不爱吃烤肉，我就去拿一些食材，然后过来给他倒进火锅里，他先吃嘛，我再去拿，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那烤。他吃差不多了，他就说我们走吧，吃差不多了。当时才吃了1个小时左右吧，我又拿又烤，别人男朋友都是给别人女朋友端呀、烤啊、做呀什么的，他就一个人在那玩手机。我拿过来之后他就吃，他吃差不多就说他吃饱了要走了。说什么当时我们是最后一桌，体谅人家服务员，就不要人家干等我们。可是我还没有开始吃。其实当时我们不是9点多钟才出来吃饭的，我们当时7点钟就出来了。然后我一直问他吃什么，带他进一家店就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然后一直拖，就是因为他一直拖到9点钟，实在没办法，他就说吃这家。他那些东西我也不会弄，然后我们吃的差不多的时候，人服务员过来已经过来问我们准备打烊了，然后当时就剩我们一桌，所有服务员都在我们那桌旁边，就问他吃好了吧，差不多咱们就走了，然后他就给我发脾气。好，男生我想问问啊，我从来不相信这个在情感当中有单边的这种责任，肯定都是双边都有责任，双方都有责任。你心里你女朋友是个什么样？至少她今天上来非常坦诚的说，在我们这个关系当中，她不信任我，她很极端。那在你心里真实的她是什么样啊？脾气大，我什么都得顺着她。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出去玩吧，然后衣食住行她都不管。到酒店里面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一直在那说，我说不行咱们就换一家，然后他说你什么态度，然后就给我发脾气。那本来就应该你做呀，那攻略不应该你看啊，那我们俩出去你不得照顾点我呀？别人男朋友都是别人做的好好的，别人女朋友有什么怨言吗？哎，我其实好奇啊，我插一句啊，这不就应该是2个人商量的事儿吗？要不然对啊，他从来不看的呀。行，还有别的吗？叫脾气大啊！我们出去玩，他什么都不管，我管了，他还挑刺儿。还有别的吗？还有就是他特别不守时，你知道吧？女人守时吗？恋爱期间都不守时吧？哈。但是他就直接爽约，就比如说今天晚上8点钟，他跟我说咱们明天出去玩吧。啊，我答应他，我说好啊。然后他到晚上12点多钟，他又跟我说我明天想睡个懒觉，就不想出去了。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嘛。因为我这边事情我都安排好了，他说不去就不去，等于说我明天就是一天就白安排的。听明白？不在乎你感受，对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女生在一开口的时候就是说，我的很多朋友都认为我比他强，是吧？对啊，但我不这么觉得呀。你觉得他比你强吗？我没有啊。那你觉得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他有优越感吗？有。什么样的优越感呢？就是我干什么我都得顺着他来。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是对的呢？我觉得有些事情2个人商量啊，还有就是很多时候他就从来不在乎我的感受的。我怎么不在乎你的感受？一件小事你问一下，你是那样的语气问的吗？有的时候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这样看我手机。我有时候什么来个骚扰电话或者是垃圾短信什么的，我看一眼，然后没用的嘛我就删了，要不是挂了。他就说是谁打电话，谁发短信？我说垃圾短信，垃圾短信你删那么快干嘛？就在怀疑我，就完全是我来个垃圾短信，我删了我都不行了，就还要给他过目一下我才能删了。怕他跑吗？有点吧，因为之前他毕竟有骗过我嘛。怕他跑吗？和他骗你是2个概念啊。怕他跑吗？怕。对这感情你也挺在乎的是吗？嗯。哦，这男生都对你这么不好了，让你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这个控诉，为什么还要来这儿解决问题呢？直接分手不就得了吗？就是他有的地方对我还挺好的嘛。哦。然后我上班的时候，他都早上就起早过来接我，从他家骑车过来接我，然后我下班又过来接我送回去买。哦。有时候他自己舍不得买的东西就给我买。哦，接你上下班。对。啊。但是他还是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感觉他变得就很厉害，就超级不信任我，我就好讨厌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你们俩才谈了半年的男女朋友，对吧？半年多了。哦，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已经有这么不好的感受了，不开心是吧？有开心也有不开心。哦，对半吧。今天你为什么来？他来我理解了，你为什么来？就他要来嘛。好了，老师们，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在我刚听到你们2个前半段的故事的时候，我想起了张爱玲说过的一段话。他说：“我恨不得把你包起，像个香囊一样，
用细密的针脚缝缝好，放在行李箱里藏藏好。我认为男生对女生是在乎，是爱，是不愿意他和别的男人有更多的接触。但是当我听到后半段的时候，我听到他在你家，你把他抛下，然后他把你抛下，不去进行你们的约会，你们两个人共同的说出了一句话，叫做他不在乎我，让我想起了那个书的名字，叫做我爱你，你却只爱你自己。在这段爱情当中，你们两个人都是只爱自己，敏感、多疑、不自信。我说的是男生。你去到他的公司确认他在不在，你跑到快递柜去看这个快递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特别想知道你想要一个什么答案。就是想确认一下，是不是就是一些。我告诉你，你的内心想要一个肯定的答案，你希望证实你的猜想是对的，即使你抓到了，你不见得会马上的离开他，你只是希望用这样的行为和手段打压他在你心里面所谓的优越感。如果他犯错了，他越矩了，你在我面前就一辈子都要低头。起码在这段感情持续的过程当中，你是矮我半截的，你要的是这个。所以我说，你只爱你自己，爱你自己的感受，不然的话，你不会把他抛下，不会让他还没吃饱的时候就说这顿饭结束了。女生呢，梨花带雨，满腹委屈，同样你也是只爱你自己，前男友就是前男友。为什么要说是朋友呢？我怕他多想嘛，到时候我们俩。他一定会多想啊！他为什么会多想？因为大家都会多想。公序良俗就会认为嘛，如果你大大方方的承认了，反而不会多想。而且他让你删掉，你为什么不删？有什么好尴尬的？你打内心里面更爱你自己，更在乎你自己的感受。所以你不删啊？你的前男同学。他为什么会敏感多疑？你没有责任吗？在恋爱当中和其他异性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清楚，而且你刚才2次的提到了别人的男朋友怎么样，所以是什么意思呢？羡慕吗？我就只希望他能像别人一样，他不是别人，多照顾他是你的男朋友。如果你爱别人的男朋友，你就去跟别人的男朋友好，他就是他。所以你们两个都是爱自己，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在这段感情当中，我看到的就是幼稚，但是幼稚没有关系，因为你们只有21岁，幼稚也就幼稚了。成长是岁月给予你们的财富，但是在这段感情当中，我并不看好。祝福每一位，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女生心累啊，心里苦，但是怎么说呢？其实男生比你累很多倍，苦很多倍，因为男生心里面有魔障。爱有很多种，有的人的爱是爱，有的人的爱是病。男生，你的爱生病了，为什么会得病呢？有你性格的原因，也有女生身边那些朋友，我相信包括还有一些追求者或者倾慕者。会有这些人的存在，然后也会有你经常对他说的你为什么不能像别人，这个别人也一定是有指向性的，形成了一种压制，导致了他的心理失衡。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一句话叫嘿，这个人条件太好了，你吃不住。吃不住什么？它就是一个心理落差。在这种心理落差里面，它其实分几种，一种叫配不配得上，一种叫忍不忍得了，一种叫怕不怕失去。其实你们两个不管男生怎么嘴硬，其实男生心里面都有自卑感。你觉得可能一直有人在说我配不上你，所以我可能真的配不上你，所以我要把你管得紧一点。
当一个男生自己内心觉得配不上的时候，才真的配不上。那么当一个男生觉得我配不上这个姑娘的时候，他有几种选择。有一种男生他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好，第二种是把这个姑娘变得不好，就我改变不了自己，我改变你。还有一种呢，就是管，我把你管得死死的，配得上配不上别人说我不管，反正你没有机会去跟别的人怎么样。你是这个，这是第一个，配不配得上。第二个，忍不忍得了。一个条件好的人，或者说条件还不错的人，他一定会有很多追求者。所以当你去选择和一个条件不错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必须要忍受他有很多的追求者，这是你的选择。爱情是情感交流，但也是一种契约。这种契约就是你选择了他，你就要接受他所带来的一切。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你所带来的一切我都不要，我只要你这个人，而是尝试着去接受，尝试着去和解，这才是一个成熟的人应该要做的事情。更多的关注到自己情感之外的自我，更多的关注到自己事业以外的自我，更多的关注到他内心真正需要什么，他的情感的缺失是什么，而不在于你们两个人有多大差距，而不在于别人说了你什么，而不在于别人是怎么看你们的。爱情不在于别人的评价，爱情在于自己的体会和感受。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来，莎娜老师。在爱情当中谈优越感这个事儿，本来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儿。我不知道是你的哪个朋友跟你讲说，感觉上你比他怎么样。如果真的是那样，你干嘛还和他在一起啊？你不应该找更好的吗？我感觉好像你要下嫁一样。放到男生这里面来说也是，谈何优越感？你再怎么样，不是还是和我在一起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平等的，我们彼此包容，彼此理解，一同来做爱情这道题。我们没有谁比谁强，我们都是在爱情这堂课当中一起成长的。我更想说一点的是关于女生这个不懂拒绝的这一点。虽然大家听起来这个不懂拒绝好像是感觉这个人哎呦很善良，然后呢又是一个很大度的一个人，但其实不懂拒绝在女生这儿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不懂拒绝的潜台词是你可能会是一个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人。他之所以这么的不信任你，之所以这么的没有安全感，之所以这么的要在这儿找自己的存在感，要压你一头，就是因为你的不懂拒绝。现在的不懂拒绝在别人看来你会用一句哦好尴尬啊这样的词去搪塞过去，可是未来时间长之后，不懂拒绝在演变成没有原则之后，这个事情就会非常的可怕。所以不懂拒绝的女生一定要注意，你的底线在哪儿，你的原则在哪儿。甭管你是我的前男友，甭管你是谁，我不会有尴尬的一面。为什么？我不怕你尴尬，我怕我男朋友尴尬，我怕我自己尴尬，而不是要在意你前男友尴不尴尬。这错了，你不觉得吗？尴尬的对象错了，是不是？所以其实在这段感情当中很明显能看出来，你就是有恃无恐的那一方，你自己心里就是有优越感，你就是觉得我比你的条件好，我长得漂亮，所以你事事都要顺着我，我做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接受包容接纳，没有第二个选择。所以男生慢慢就演变成了我偏不这样，我一定要压过你一头。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就成了比赛，你觉得你有优越感，我偏不让你有优越感。现在就有一点两个人把这个感情推向了一个悬崖边上，马上就掉下去了。因为你们的感情的重心不在相互关爱，而在相互摧残。那这样又有何意义再继续在一起呢？对不对？如果你真的那么在意她，你真的觉得这个女生我没办法失去，那你应该做的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关心她，怎么样的把她留在身边，而不是把她推向更远的地方。希望你们各自都能想得清楚，看得明白。谢谢。好，谢谢沙大老师。他的目的是很明确，就希望你一直能够像一个粉丝一样，
宠着她，顺她的意。但我就弄不明白你要干什么。就有些事情，就2个人来干嘛？你不就是希望他老实点吗？别那么高傲嘛。你还希望他卑微点嘛？头别抬那么高嘛？别以为自己长得漂亮就可以招蜂引蝶，是这个意思吧？那这跟你之前找他的时候的想法和意愿是矛盾的呀。你最初喜欢他，不就是喜欢他的光彩照人吗？你也不就是从他在最开始吸引你的那个光芒当中走出来的吗？跟他其他的追求者不是一样的吗？你本来就是普普通通的追求者当中的一员，你凭什么想要跟其他的追求者不一样呢？你有点掩耳盗铃吗？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见有一些在颜值和身高上相差很远的夫妻，当外人在评价说，哎，你配不上他，或者是他比你要好看很多的时候，彼此情感质量好的这样的夫妻会莞然一笑，因为他们自己心里很清楚，他们的情感早已经跨过了颜值与颜值之间的差距。但是你们没有，你们的所作所为都一直在强调你们之间的这个差距。比如说，你在某些方面做的边界效应不够明显，对于前任不够坚决，这也是在强调我可以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市场，我比你漂亮，我颜值比你高，所以我可以这么做。而对于他来说，虽然他表面上是想抹去这个差距，但他没有用正确的方式，就是包容、付出和让自己变得更张。但是你们所有的所作所为都明明确确的在强调这层差距。如果你们自己跨越不了这一层外人觉得你们之间的差距，那你们还是趁早分手。否则的话，我都可以想象，如果你们俩如果结了婚，走到中年，也就是当你容颜老去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会怎么对待你？他会怎么跟你翻旧账？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谈了半年了，女生上来其实就说了一句话，已经很久了。好的时光总觉得短暂，不好的时光才觉得很久。嚣张是因为不在乎，在意谁又能随意嚣张？我通常就以一个特别朴素的观点，谈恋爱是为了让两个人快乐、开心，寻找共同的生活目标，并持续的走下去。谈恋爱不是为了两个人互相折磨、彼此控制、互泼脏水。所以你们问问你内心，快乐吗？你们愿意让这种情感就这样下去吗？我们俩一直在一起，这段时间都挺开心的。你一直对我挺好的，我的爱好你总喜欢迁就我，我也觉得挺快乐的。但是我就觉得这段时间你变了好多，不像以前那样体贴照顾我。我觉得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我对你还是一样的，跟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没怎么变，只不过你把我做的一些小事就会去认为我是去怀疑你，然后的话你也就是看不到我为你付出的东西，就是我希望你能看到我为你付出的。好，时间到，请亮灯。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关门。来吧，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请开门。都放手了，听进去了。其实这4位的话合在一起就是，你们没爱上，你们爱错了，你们分开吧。结果他们真的就做了。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有网友提问说，
男友和前任有一段8年的恋情，我一直很介意他的这段过去。虽然男友把前任的联系方式当我的面删了，但前段时间我俩吵架冷战的时候，他偷着跟前女友聊微信诉苦，说我特别任性。这件事被我发现以后，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想提出分手，却又舍不得，我该怎么办？人性有一个弱点，你越害怕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就会越折磨你。你想想，8年的感情都没有走进婚姻殿堂，你又害怕前任什么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